这边相信保洁，过去台湾在经济上面一直有一个主论述，就是台湾一定要对中国友善，因为两岸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实在太高了，台湾大部分的顺差都来自中国。如果我们真的把关系搞差的话，对台湾的经济会造成一个无法收拾的困境。但这个状况现在居然出现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我们看到昨天我们曾经讲过，就是美国现在对中国可以非常可怕的高关税，现在这个高关税遍及各个领域。刚刚讲到的电动车居然关税达到100%，它的半导体还有太阳能，竟然它的关税达到了50%，更不用讲像医疗器材、像钢铁这些都可以非常高的关税。按照过去的状况，发生这样的一个贸易战争、关税战争，台湾一定会卷进去，台湾也会深受其害。但没有想到，台湾没有受到影响，台湾的股市不但没有下跌，我们还大涨。不但昨天大涨，今天更是大涨。为什么呢？导播，我们看看这张图，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慢慢脱离中国，我们现在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已经慢慢的在下降，我们现在已经慢慢回到哪里？回到2002年前的一个状况，甚至刚刚讲的，过去台湾有一个非常大的困境是，我们的获利真的太低了。我们曾经讲，我们的科技业是什么？毛三到四，利润就在哪里？3%、4%之间。可以看到，现在广达要发它有史以来最多的股利，为什么？现在这个股利已经不是毛三到四了，他们现在的获利已经到了7%、8%。我们看到了像广达、像伟创，现在的整个的获利率已经到了7.73、7.47。而且随着 AI 比重的增加，这个获利还会往上来提升。所以我们看到了，当台湾慢慢的脱离中国，台湾慢慢的站队到了美国之间，难道这几年来、这8年来，台湾的经济、台湾的产业结构已经出现了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吗？好，我们今天请到了边缘的大方首一的财经专家黄世松，你好，大家好。好，是美角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大家好。好，第三位是资深媒体姚文珍，大家好。好，第四位是资深媒体吕一峰，大家好。好，第五位我们要特别介绍股市分析师凤开平，大家好。好，第六位是军事专家陈国民，大家好。是哦，我们过去都有一个共同的经验是，当美国对中国施以高关税的制裁的时候，台湾一定会应声倒下。没错，因为两岸的贸易依存度太高了，我们很多的生产基地放在中国，如果你对中国课高关税，受伤最重的就是台商。可是我们昨天讲到，拜登对中国课以高关税，台湾不跌反升。当然第一个就讲说，哦，原来台湾已经慢慢脱离中国了。没错，原来我们对中国的出口已经慢慢的下降了。更夸张的是，过去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我们的毛三到四，我们的获利率非常低，现在也都翻倍了。没错，小英总统即将要下台，很多人都拿他跟过去的马英九时代来对比。宝杰，我跟你讲，从这个马英九时代的时候，我们台湾当时的股市只有8700点，到今天小英总统即将要卸任的时候，已经来到21500点最高。大家想到，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它2倍多，到底中间发生了什么事？那你知道吗？在马英九的时代里面来说的话，我们每一年的外资吸引大概是54亿这个美金，但是在小英总统的任内来说，平均每一年有105亿，也就是说小英总统的外资投资呢是马英九的这个2倍。那因为到底是大家想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而且我最记得就是过去台湾当时有一个感觉是，我好想赢韩国。对，韩国当时还有一个 Kill Taiwan 的计划，是甚至告诉我们台湾讲说，你不要再跟我讲亚洲四小龙，已经没有亚洲四小龙了，台湾已经被韩国远远的抛在后面了。对，结果现在我们已经赶过韩国了。而且你讲韩国的话，现在是怎么样呢？我们的 GDP 人均 GDP 已经赢过韩国，而且现在是过去是三星要 kill 台湾，对不对？现在是台积电要 kill 三星，现在完全是反过来。大家想说，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觉得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跟中国慢慢的脱离的越来越远了。过去一段时间，台湾跟中国大陆的生意是这样，你看这几年的时间是断崖式的下降，一路下滑。因为为什么？美国就要拖着你出来，拖着你下来之后，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阵痛之后，终于在这2年开花结果。台湾的转型，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曾经说要腾笼换鸟，对不对？但是真正腾笼换鸟是台湾，是台湾真的这个腾笼换鸟成功了。所以说，这过去的关键的8年时刻的。最关键是我们慢慢离开中国，我们慢慢走进了这个所谓的跟美国一样站队，所以台湾从内到外出现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没错，而跟大家讲一个非常夸张的数据，我们讲抓出全世界股市最重要。你看，这是美国啦，这是中国，但你看有3条线完全刚最后，3个国家的总市值是在那边互相纠结。你知道这3个国家是哪3个国家？德国、台湾跟韩国。我们居然跟
德国、韩国股市总市值是差不多的。可是宝杰，我刚才讲，我们的人口只有2300万，德国是6000万，韩国是5000万，我们2300万跟他们5、6千万股市市值是差不多。所以说我的人口只有你的一半，对，可是我的市值居然跟你一样。对，所以显见什么？台湾整体国力跟竞争力是完全脱胎换骨的一个局面。所以来讲嘛，台湾是真的腾笼换鸟成功，而且只要拜美国对中国这个施以高关税的这个状况。而且我看到一个数字，我也非常惊讶，就是马英九交给我想为什么马英九后来的声望那么低？对，他声望那么低，其实一个非常关键就是他把经济搞砸了，对，他把台湾给搞虚弱了。是，他交给蔡英文的时候，出口连续衰退了15个月哦，对，他的经济成长率从来没有超过2%过。对，就最近广达他在开这个所谓这个法说会，那开法说会的时候，我们看到广达完全吓一跳。过去一段时间，广达我们那过去电子代工，我们都说是毛三到四，那很低，对不对？但是毛利率都非常多，还有人说他们什么警察股1线2线都毛利很低。现在广达毛利率已经来到7-8%，现在就变成是7上8下。对，跟过去你看，我们以这个广达为例，广达就是这一条线，这一条这个7.73对，这条线你看它过去一段时间最低的时候毛3到4，到现在为止已经爬到7.73。另外还有一个是这个伟创在过去一段时间的时候，它也是毛3到4，现在已经跑到也是7上8下。你看，然后这是什么意思？因为台湾真的完全跟过去一样，走出不一样的这个格局，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产业界跟美国完全的连接在一起。所以现在广达刚刚讲0-100里，这一次领股利就是80几亿，对，还有他讲说出货的动能才刚刚要开始，对他第一季赚3块多，他就觉得说，今年下半年、明年都会更好。那为什么这个样子？因为宝姐从2018年美国在跟中国打贸易战开始的时候，因为刚好当时的这个 AI 开始发展，那 AI 开始发展之后，我问你，现在美国是不是完全封锁这个中国的 AI， 不让你发展？对。所以呢，这个那时候的辉达或者所有伺服器，他们怎么办？他们只能够找台湾厂商来合作。那台湾厂商为什么当时要跟他合作？宝姐，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台湾厂商当时在中国大陆被打得很惨。我们当时不是讲过红色供应链在追杀台湾吗？对，过去这个广达、和硕啦、伟创，他们都是红色供应链。那红色供应链被打得很惨啊！被打得很惨的时候，你知道打得很惨，他们就慢慢脱离中国，像只能离开。广达离开了，伟创离开了，和硕也慢慢离开，他们都离开了。离开问题是你要做什么？他们当时也不知道 AI 伺服器会起来，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没有人能够预估说 AI 会起来，只是想要逃命嘛？逃命，对，当时是真的只能够逃命。那当时的这个黄仁勋，反正就是他要来做这个伺服器，我就姑且一做，就开始跟他合作，就刚好碰到这几年完全不一样，脱胎换骨。那当然，我们也花了非常多精神在跟黄仁勋调教，这样就完全整个大爆发的一个局面，就出现在今年跟去年的状况。时也、运也、命也，当然是这个样子啊！你看。事实上，以这个所谓的这个伟创，他今年他已经出清，他原本呢在中国厂卖给立讯，卖给立讯之后，他还说那我就投资立讯好了，这样就他今年还把立讯出清了，干脆把立讯卖掉，我都不要了。然后后来还把塔塔集团的这个印度的塔塔集团也卖掉了，卖给塔塔。为什么？因为我现在专心做 AI， 所以事实上台湾是经过这样子一个惨淡，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掉到毛3到4？那时候都是被中国厂商杀得很惨，你看他们原本也是6、7、8，就一路往下掉。都是被中国杀的，那几年都被红色供应链砍得非常惨，砍得非常惨。所以你说幸好他们离开中国，你如果留在中国，你只能在那个红海里面挣扎，你只能血流成河。你离开了以后，对，你才有蓝海。对，宝姐，我跟你讲，如果他们都没有离开的时候，他们现在不是这样，他们可能现在的土是更往下走，因为现在中国大陆杀得更厉害，杀得更离谱的一个状况，而且现在中国大陆的品牌崛起之后呢，如果我们没有当时离开的时候呢，我们就找不到这个新机会。所以等于是当时因为找到了一个新机会的时候，出现了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格局。好，那刚刚讲的，我们现在的获利率大幅的一个增加，而且我刚刚讲的，我们跟全世界非常重要的联动，对，产生关系了。对，没错，因为现在最重要的2个发展，一个是 AI 台湾来说话，我跟他讲，台湾是从上游从 AI 的晶片，一直到最下游的 AI 组装，台湾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国家能够从头做到尾。我们是唯一的国家。好，那现在美国，我跟你讲，美国现在发展 AI， 它不让中国做这些 AI 产品。好，那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在美国队里面，我们是国门独起。所以现在有个说法是，中国跌倒，台湾吃饱。所以为什么台湾能够这么好？如果按照过去苹果供应链是2边分的时候，我们就要跟中国杀价。现在是中国根本要杀价都没得杀价，因为美国根本不让你做这一块领域。所以我们做独门生意。我们所以为什么获利那么好？你看广达为什么赚那么多？以前广达它都做没有单季赚过3块，为什么？因为以前要跟苹果在想要卖给你压毛利，给你干嘛？现在
这个黄仁勋请完压毛利，他要跟谁去杀价？没有人 care， 他就只有下单给你，所以这个完全格局是不一样。另外，台积电也是一样，台积电为什么能够获得美国那么多订单？因为他信任你，他愿意给你那么多的这个订单，你跟我美国站在一起。所以来说，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台湾在经过几年，当然是因为中美贸易大战的这个关系，我们站对了边。另外第二个是台湾经历过非常惨痛的3、4年的这个腾笼换鸟之后，终于在现在开花结果的一个状况。好，那刚刚讲到的，现在我觉得鸿海也非常奇怪，是他之前牛皮股对动都动不了，是，那他现在去处置了他的建工厂，对，建工厂一处置，怎么就开始往上冲了？对，事实上我们来看鸿海过去一段时间，它在中国的获利其实是蛮高，可是它今年做了一个动作是什么？它已经宣布了说，我未来在中国的投资人会大量的减少，它要把产能，连鸿海都要降低，它把产能从中国移往印度，那甚至要移往什么？移往墨西哥？为什么？他们要未来呢，可能把部分的产能都慢慢的往外移的一个情形，所以连鸿海本身它都在中国的产能呢会降低。你看那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它股价大涨？因为 AI 的关系啊。他今年讲啊，他说因为 AI 的产能，那 AI 的成长率，宝杰你知道成长率，它今年第一季成长率200%。对，所以200，对，所以就知道为什么他们股价会大涨，他们的成长率都是200、150、60，所以他也慢慢离开中国，要搭上 AI 列车。你要做 AI 就要到海外嘛，所以他跟你讲，因为现在整个格局已经完全不一样，台湾慢慢的脱离中国之后，刚好碰到这一股 AI 的大浪潮之后，台湾就刚好站在这个风口浪尖之上。凯文刚才讲的，台湾讲。本来你去制裁中国，我们以前看到你只要制裁中国，在2020年，他当时就对中国吃一个高关税，当时台湾的股市应声下跌。可是现在你对中国实施高关税，台湾的股市不但不跌反升。刚刚世聪已经讲了，原来我们的毛利这几年我们先讲毛三到四，现在真的大幅的增加吗？还有就是这几年来，台湾在很多特殊的领域里面，我们是吃独门生意的，没有错，台湾的整个实力被解放出来了。我们说时势造英雄，可是你如果这个人没有底蕴的话，你没有真正技术底蕴的话，我机会给你，你也成不了英雄啊。台湾就是在这个所谓的中美对抗的情况下，高阶的半导体被美国拉着走，跟着走。那这个所谓低阶的这个产能呢，就是说用关税逼着台湾从中国移出，然后譬如说东协到印度到越南。那我就用高科技里面也非常有趣，我们讲台积电好了。台积电大家都知道，我们台积电我们没有办法设计出像这 NVIDIA、AMD 这种设计出最高端的这个 GPU、CPU， 对不对？对。可是他们没有台积电不行啊！叫你一个建筑师，里面有一个很厉害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工班工匠，你画图画出来，你做不出来没有用啊！那台积电当时就是因为他很知道去做一个关键角色，很专业做代工。你看 Intel 跟这个三星，你自己又要做品牌，又帮人家代工，谁会信任你啊？我东西交给你代工，那你不会把我秘密拿走了，对不对？然后台积电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刚刚宝杰所提到，有很多厂商10年磨一剑。现在时间机会来了，我举个例子，非常有趣的例子哦。我们这次你看台积电到了这个日本去，这个打开日本的眼界，令和黑船。可是大家一定会说，日本不是那个材料技术很厉害吗？没有错，可是日本有材料，它也要做得出来啊。我举个例子哦，在我们说。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在这个研究这个半导体里面，我们最有个叫做载板，叫做高阶的 ABF 载板。你不管是高速运用、高速的5G、高速的这个所谓5G 航太，都需要用 ABF。那这个 ABF 的 A， 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叫Ajinomoto，叫做未知数，就是日本的那个100年的一个商社做未经未数的。对，然后他当时就是做未经未数之后呢，结果再利用他的这个这一说剩余产品呢，研究出来之后，他慢慢的把它转成，竟然把它转成什么？他那时候当时跟 Intel 来合作，转成了这个所谓的 ABF 的这个所谓的一个材料。你看那个图片中很简单，你就把它想象成2个夹心饼干，左边这个图2个夹心饼干。那比如说你把晶片跟下面的PCB 中间呢，那个黄色的这个介质呢，就是所谓的一个 Ajinomoto 所需要那个材料。它全世界99%的市占率耶，因为那个东西是他发明的嘛。那重点是什么？大家都要去跟他拿，因为他独占，对不对？可是呢，更有趣是什么？他当年你要把那个你要把这个膜要把它封在这个所谓的一个晶片跟这个 PCB 之间，你需要设备吧，对不对？他找了一家日本公司做设备，做出来了。可是那家设备呢，就是他认为说，我们不要这个曲高和寡，我们还是好好的就做原来材料，因为毛利很高嘛。他们不想要去花精神，不想去把这个所谓设备再把它精进。结果你知道吗？10年前，2013年，我们台湾的长兴化工，现在改名叫长兴材料，把这家厂商买下来了。买下来之后，10年之后，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你Ajinomoto的你的 ABF 材料99是日本的这个位置材料是你的对，可是你要做的话，你需要我的这个机器啊，就是长兴材料的长广精机啊，所以它我要把你夹起来。世界市占率95%，各位你可能有所不知。我举个例子哈，有一家厂商曾经也研发出这样的类似机器，它的良率是93%，可是这家长广精机就是长兴材料的长广机，它良率是98%。你知道有什么差别？你说98跟93有什么差？不一样哦。那个载板有我举个例子，10层的载板，98%的良率。你10层下来，你0.98乘以10次会变成你还拥有0.868的一个良率，对不对？你若是0.93%的良率，你做了10层的载板，把它下来之后，你知道只剩下多少吧？0.48，差1倍，对，不到一半。你等于说你贴了10层以后，你搞不好你的良率不到一半。这就是为什么台湾就是当时2013年把它买下来之后，不断的在精进我们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台湾最厉害就是 cost down 跟那个制程改善哦。我念工业工程的，我们有一句话叫 "There is always a better way"， 就是我们一直寻求有更好的方法来改善制程，这就是我们的精神。所以说这家公司呢，现在已经没关系啊，你材料你日本有这个有材料独占9%全世界，可是你没有我这个设备，我全世界要占有95%，你合不起来，你也做不出来嘛，这就是台湾厉害之在。那现在最近呢，黄仁勋来台，这个之前在在他的这个大会里面讲到这个机器人，对不对？非常有趣。我再举2家公司，也是10年磨一剑例子。有一家公司叫所罗门，最近从黄仁勋这个 GPU 大会他出现背后竟然出现他的 logo， 他也没有特别点他，就是只是出现这个 logo， 你知道吗？这是台湾厂商。对，既然从3月底的时候到现在1个多月，还不到2个月时间，股价从44块涨到130几块，涨了快4倍。你说就是黄仁勋这个发表会之后涨了4倍。对，那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讲？这个所罗门这家公司，我告诉各位是非常有趣一家公司。这个所罗门这个第3代老板这个董事长他以前像我们一样当过外资券商的研究员，后来他还是回到家族接这个事业。他把这个所罗门从一个卖那个 IC 通路产品的，甚至于我记得防疫时期他还卖过什么？我们那个不是有酒精吗？酒精这个酒精那个低毛利，他全部把它弄掉。对，他这10年来把这个所罗门改成一个工业自动化。他那时候想到一个道理，机器人我要变成有聪明机器人，我把它上面把它挂一个眼睛，它就变成这样有视觉。那如果再加上 AI， 就变成有脑有眼睛，太好了。结果现在被这个黄仁勋点名看上了以后。这个股价一飞冲天，而且它本身来讲，就是它不是做机器人手背，它只不过是做一个机器人引擎，就是说我做关键角色，我专心做好关键角色，就是你这个机器人，你就是机器人，你要变成智慧机器人，都需要我这个智慧眼睛，就它就一飞冲天，对，这个地方就一飞冲天，它是可以精准选择我要的东西。我每年机器人大展，因为我念工业科的关系，我每年机器人我都去看，我都会看几家公司，所罗门啊，这个和春啊，上银啊，我都会去看。所以说这个地方，他每年他每年在抓东西，等于说我是一路看着他成长。另外，我再讲一家公司，我们之前有个很热门的，差一点变行政院长的童子贤先生，他的集团叫做和硕，对不对？和硕旗下也有一家光学公司叫做佳能，佳能以前是什么？就是跟日本的没有错，就是跟他不是 Canon 吗？对 ，Canon 合作，可是后来。Canon 这个日本人看不起我们，就是认为说，我就拆伙了，而且还禁止你说你不可以用我的 Canon 名字。可是因为中文那个名字是我们早就注册，所以还保留。佳能，可是他改型他以前是做什么？做那个数位相机，后来中国大陆数位打到已经没有利润可图了，对？你知道吗？约莫在7、8年前，他跟以色列的一家公司叫 Human Eyes 拿到了这个 AI 光学的技术。佳能现在脱胎换骨，现在完全变成一个 AI 光学的公司。比如说像。美国因为忌惮中国的国安问题嘛，对不对？国防问题，美国的高速公路的这个所谓的 AI 的这个辨识，墨西哥的智慧城市跟德国、欧洲很多都是来自于佳能这个 AI 光学系统。还有日本有个公司用它的 AI 光学怎么做？它扫描所有的乳牛，对不对？的一个状况，身体状况。那如果说是怀孕的乳牛，它甚至可以利用 AI 计算，也就是说用辨识出来，可以精准的算出你什么时候会分娩的日期。所以说。台湾有很多厂商，就是10年磨一剑，早就已经在蹲点了。现在刚好遇到中美对抗之后，又加上我们的 AI 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催化，我们台湾有很多这种厂商，就是开始大放光芒。好，慧珍，今天 CNN 也做了一个专题的报道，这个是专题报道，是过去大家看好这宝，因为中国本来是世界的工厂，世界工厂之后，它人民有钱了，人民有钱，14亿的市场，那是非常肥美的，所以国际的大厂就一个一个的进去了，一个进去，刚刚讲的麦当劳也进去了，包括星巴克也进去了，包括微软也包括苹果也进去了，大家都进去了。可他现在讲说，
你现在包括麦当劳啦、苹果啦、特斯拉，你现在已经不能创造很多的这个利润了，对因为中国厮杀的非常严重，而且我夸张的非常，麦当劳对麦当劳居然要为了在中国生存，推出了一个叫做穷鬼套餐。是宝杰哥，现在在中国，所有你所熟悉的那一种外国的一个品牌，食衣住行娱乐供差不多啦，怎么样呢？全部都要降价，降价，降价。你必须要透过杀价的方式，才能进入到中国这个杀戮战场阿修罗地狱。你说中国是杀戮战场？是，拜托他麦当劳都推出穷鬼套餐了，你知道吗？真的很可怕。为什么他们推出这样的穷鬼套餐？因为我们发现自从这个疫情之后，中国的内卷经济导致消费力真的不振。你除非要便宜，你除非要降价，不然真的门可罗雀，没人要来了。所以麦当劳是摇一呀，在2022年的时候推出一个买一送一，什么？就是你买一个小汉堡配一个饮料这样的方式，结果多少钱？只要13.9元，龙头的麦当劳都跳下来杀。那你说肯德基记在一点吗？你说不到100块可以有一个套餐吃？是，而且我跟你讲因为那个麦当劳带头杀高的你麦当劳礼拜3玩这一招，我肯德基只能礼拜4推出半价，然后另外一个其他的就推出礼拜5，所以搞到这件事情真的是现在所有的这种那个零售啦，那个这种国际的品牌啊，素食这个品牌没有一个记在一条，每一个都跳下来杀。那除了这个而且我跟你讲，在越比越夸张。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算是麦当劳、肯德基这些，现在他们已经价格慢慢跟谁飘，跟谁比，你知道吗？像必胜客早餐一克99.9块。天呐，不到50块就可以吃到一个必胜客早餐。然后呢，现在更要求的是，包括全家、包括 Seven， 还推出3块就有一个早餐。所以你就心想说，这样杀下去，这业者要怎么样有利润？对。可是现在情况是这样，你不杀不行啊。像之前苹果心里想说，那你华为这边一直给我降价，那我苹果是有没有高？我是第一品牌，高大上高大上我是有质感的，硬是不降，结果是怎么样？2023年苹果在中国的营收竟然下跌了8%，只来到了164亿的美金。但是华为跟西郎今年第一季的营收竟然成长了7成，所以后来搞到你知道苹果必须在今年3月的时候也带头跟着跳下来杀，你不杀整块市场全部都被他抢走。所以苹果在中国也进到了红海策略，是没有办法。那另外一个没有办法是谁？就是特斯拉直接举白旗投降。特斯拉你知道吗？它在3月份的时候，在中国电动车市占率还有7.7%。4月份降到连4%都没有，就反而是比亚迪吓死人这个上一个季度竟然成长了29%，所以你就知道现在在中国要活下去，只有一个东西，就是便宜，就是低价。更恐怖的一件事情是，现在中国透过这样子的低价方式行销到全世界，所以全世界的这些制造商都传来单。你说我这个红海已经不是在我国内了，我杀到全世界了，杀到全世界，而且第一个遇到那个麻烦的是谁？其实就是美国。我们现在都知道，其实像 Shein 啊，还有Temu 啊，就是这一种就是廉价的，然后在美国的这个电商市场里面大受欢迎啊！你知道欢迎到什么地步吗？我觉得它恐怖是你从虚拟才知道说那个红海有多可怕，它是怎么样去剥削它的供应商，它的供应商根本技术都快没有无利可图，只是为了生存。就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他造就他的帝国，可是把所有的供应商给搞死掉了。是，宝杰哥，跟着我讲那句话，你能不能获利关我什么事？所以现在讯就是用这一招啊。讯真的很可怕，你知道他怎么弄吗？他就推出几件事，他说你所有人要来我这边来当我的供应商，我给你几个考验。第一个考验，你能不能在2个小时之内把我这个衣服的样衣给打出来？2个小时？对，怎么可能？2个小时要打完样？对，不好意思，你不能的话那就不行。第二件事情，我一开始就全部都是小量。什么叫小量呢？我所有的版我只下100件，但是我一次要推出30个款。这叫什么意思？就是我要用这种量海战术，有30件的衣服，然后看在市面上，5几周、9周，就是有一个热卖之后，这一件衣服要马上加3万件，你能不能在1个礼拜之内给我生产出来？你必须要达到这2件东西，他才愿意把你列为供应商。那问题是，而且还告诉你利润你不要给我砍，我跟你讲多少就多少。那你想说奇怪了，这种没有什么利润的生意，感觉又很难过，那干嘛要赚？为什么要赚？我告诉你为什么要赚，因为它的货款缴得非常快。如果你是最好的那种供应商的话，我7天把你全部
部都付清。如果你是我不给你支票的，给你现款的，全部都付清，而且第二个，如果你是那个不是那种最 top 的，但是你是我 OK 的话，我15天也把所有货款付清。所以对中国的这些供应商来讲，对于这种小摊贩来讲，小工厂来讲，他觉得很好啊，钱先进来再说。钱先进来，你跟我们大企业做事，你给我开票期开3个月，我们得打。所以这就是虚印超级厉害的地方。而且你知道吗？他们现在做到一件事情，他们有一个叫做中大布料市场，他们很可怕哦。他们的中大布料市场里面有30万个布料商，而且你要知道，衣服这样做成，你不要以为布料商30万家，对，而且应该是说全部啦，就是包括布料商，包括扣子、纽扣这些布料的，还有包括其他有的夯不啷当的。简单来讲，它就是刚提到的。我现在你知道吗？其实虚印所有东西全部都用 copy 的，我就去逛 Zara， 我就去逛 Chanel， 我全部都拍照，我就丢给你这个供应商，我问他说，你能不能2个小时之内给我打版出来？你能不能在2天之内把这件衣服给我做出来？你 OK 可以，那我就把下单给你。所以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抢时间，然后用就是压低所有的利润的一个空间，但是我交货款非常爽快，让这一些所有的这一种30万的雄蚁大兵透过电商直接杀到美国市场。所以你现在听到像那个 Gap 啊那些什么其他那一些做衣服的被他打得密密麻麻，因为像是 Temu 跟虚印这一种，他们从台湾一天从中国一天有60万个这一个就包裹弄到美国去，而且不用缴任何的税。好，吴总，你之前就讲过，当中美贸易战打开的时候，那是申请两个完全不同的供应链。中国供应链、红色供应链跟非红色供应链，你说对这个世界会产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果然，这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就在我们眼前发生了。这个结论而言很简单，终端市场都是美国，所以过去这30年、40年的所谓中国的改革开放，到2005年开始整个崛起的过程当中，从20世纪的20世纪末叶开始，对，那个当时就是美国订单，就是美国开放的，因为台湾一直是美国的卫星国嘛。当美国的台湾是美国的卫星国，是啊，我们台湾外销，我从当兵退伍开始，我们所有看到的我们朋友，所以有一个客户就出来开家贸易公司啊，就开始出去找 maker 啊，找 buyer 来了就找 maker 嘛，就是有客户来了找工厂。台湾依循这个方式，这个所谓的镀金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什么东西？什么？开始就变成你刚刚提到的一个所谓的东方产业链，一个是西方产业链。东方产业链就是以中国为主的一个产业链，对；西方产业就是美国为主的。那美国为主现在重新在崛起，目前正在匍匐前进，还没有成功。那个最重要的产业是什么东西？是汽车，对，就是新能源车，就是所谓的气候变迁而产生的一些的绿能产品跟未来的生技产品，对不对？对，这是未来的下一个时代的东西。那这个东西那当然里面有很多就是有高科技含量。那台湾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就是我们所谓的高科技，就是高端半导体要在台湾生产。所以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美国要掌握这个优势怎么办？所以美国一开始很客气，你记不记得刚开始我们因为国家安全理由所以我们半导体要开始因为安全理由，所以不能够给中国。现在你看出来是什么理由了吗？完全经济理由嘛，他就封杀你的经济，他知道说我不封杀你的话，我的产业起不来嘛。对，所以你看，而且会被你吃干抹净。对，所以现在美国也跟进，美国做2件事情，不是跟中国大陆一模一样？对2件事情，补贴，一个补贴，一个高关税。就是这样子搞你啊！在美国的这个的关税壁垒跟补贴的政策，跟所有的国营的政策的方式概念，是不是跟这个中国大陆概念一模一样？完全一模一样打法。那这时候来讲的话，就变成陷入一个美国有可能是技术领先，但是美国有市场，美国有非常庞大的，因为美国是世界的终端市场。那这时候习近平的战略呢？现在目前碰到他们也卡住什么东西？他们的房地产、他们的土地政策碰到一个几十年来的瓶颈嘛，可能如果不处理好的话，会造成它的金融可能会产生危机，这很严重吗？当然，金融银行倒闭啊，然后又碰到俄乌战场，要什么时候会有结果不知道，但是要等到这次美国选举结束之后，美国的整个经济跟它整个的金融的政策才会确实明朗化。但是不管怎么讲，经济学家分析，中美关系未来最少要坏
20年以上，要打20年的经济战争，不是打，但是不会好，因为那个中国没得打的嘛，因为你产业上、你的技术上是落了好几个坎嘛，你没有办法。现在这个情况是血淋淋的战争，无硝烟的战争已经全面性展开。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起，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道和。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周六周日决战关键，等你来上线。